如果赵丽颖拿下白玉兰视后，85花中最先坐不住的估计是杨幂。4月19日，第28届上海白玉兰奖入围名单正式公布，引起观众广泛关注的便是最佳女主的竞争。入围本次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的女演员有赵丽萍，入围作品《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》；樱桃，入围作品《樱桃》；周迅，入围作品《小敏家》；杨蓉，入围作品《大山的女儿》；海清，入围作品《新居》；孙俪，入围作品《理想之城》；宋佳，入围作品《人世间小舍得》；吴越，入围作品《县委大院》；谭卓，入围作品《对手》。单是看着这份名单，就已经能够察觉到时候的竞争能有多激烈。用神仙打架来形容，完全不过分。只不过白玉兰奖向来爱搞幺蛾子，对于互圈演员有着明晃晃的偏爱，所以这次白玉兰是后花落谁家，还真是不好说。如果单从作品质量来分析，海清的新居、孙俪的理想之城、周迅的小舍得可以最先排除，赵丽颖的风吹半夏和樱桃的人世间几率比较大。如果从作品反响来分析，谭卓、吴越的可能性最小，而赵丽颖和樱桃的可能性最大。如果从演技方面来分析，赵丽颖最先排除，因为她是这几人中演技最差的。即便赵丽颖呼声最高，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，白玉兰组委会好像也并不看重演技，不然也不可能把最佳女主颁给童瑶。而且白玉兰奖向来也没有提携新人的习惯，即便樱桃已经拿过一次白玉兰视后，也不能保证这一次就拿不到。综合下来看，樱桃的概率似乎更大一些，而赵丽颖稍逊一筹。01，目前有一个很有趣现象，就是85花的事业粉都在祈祷赵丽颖拿不到白玉兰视后。原因很简单，拿到白玉兰，赵丽颖的资源会直接飞升，会对其他85花形成碾压。如今赵丽颖虽然有几部有口皆碑的作品，但因为没有主流奖项，所以他们其实还在同一起跑线上。可赵丽颖一旦拿下白玉兰视后，那她与其他85花之间就有了一道难以超越的鸿沟。在85花集体转型失败、集体开始摆烂的如今，他们的粉丝也只能祈祷领头羊不要把差距拉得过大，更不要让大家脸上集体无光。可在喜喜看来，85花常年居于流量风口，却拿不下一个主流奖项，这才是真正的脸上无光。如今最为着急的恐怕就是杨幂了。当年名不转经传的小土妞，如今竟然成了可以碾压她的存在。曾经的她可是85花第一人，如今这个位置怕是要换人了。至于谁最无所谓，喜喜觉得应该是唐嫣。自从结婚之后，唐嫣好像掉进了安乐窝，事业心是一点也没了。刘诗诗起码还有点事业心。喜喜很好奇，同样是经历了成名、结婚、生子、离婚、复出、转型、重回古偶等一系列路程，赵丽颖怎么就弯道超车了？02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提了当年耸不顶。85花当年的光辉事迹，喜喜就不再赘述了。我们从17、18年开始说起，这2年是85花寻求转型的关键时期。当年让他们名声大噪的古偶逐渐式微，古偶剧的质量也在直线下降。套路化的生产模式，万年不变的仙侠剧情，让观众实在提不起兴趣。再者，85花纷纷踏入30岁大关，一味演小姑娘、演傻白甜，只会让他们的境况更加惨淡。所以他们急需证明自己，除了演偶像剧、傻白甜，还能驾驭人物形象更加复杂的角色。只是等待他们的转型之路，可以说是一言难尽。杨幂豁出去演的文艺片宝贝儿，片子扑街，
演技被嘲。和黄子韬合作的《谈判官》还不如不演。刘诗诗一改往日形象，大胆尝试短发，挑战犯罪剧，结果这部电影毫无反响。唐嫣和罗晋合作了《归来去》，豆瓣评分只有5.8，而赵丽颖则是在这一年抛出了自己另一部《王炸知否知否》，开始了弯道超车的第一步。这部剧虽然是古装，但在正剧反而范畴内，其他几位的演技不断被网友诟病，在他们的衬托下，赵丽颖倒是显得厉害多了。赵丽颖的演技能够广受好评，完全离不开姐妹们的衬托，有了好口碑，自然就不愁好资源。这个时间段的杨幂大概也是嗅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，之后几年她基本都保持着每年最少2部剧的频率。刘诗诗和唐嫣索性直接摆烂，除了日常营销，全然不见作品踪影。85花顶流这个位置也只剩下杨幂和赵丽颖在争夺。就拿2022年来说吧，可以说是杨幂和赵丽颖正面交锋的一年。杨幂上线了《谢谢你医生》，后又播出了《爱的28定律》，能够看出杨幂真的有在尽力扩展自己的戏路。只是这么多年习惯性的程序化表演早已深入骨髓，快乐就嘻嘻，痛苦就哇哇，演戏从来不过脑子。这话不是喜喜说的，是李少红说的。赵丽颖先上了《幸福到万家》，随后又来了一部《风吹半夏》。这2部剧上线之后，赵丽颖的演技也遭受了一些质疑，但也只是对部分剧情质疑，而不是对她演技全盘否定。像和幸福许半夏这样人物比较复杂的人物，赵丽颖的表现虽然没有让人十分惊艳，但演技也绝对在及格线之上。至此，赵丽颖已经完成了弯道超车，坦然地站在了杨幂的前面。写了这么多，似乎没有讲述赵丽颖为什么会弯道超车。朋友，这世上哪有这么多可以走捷径的机会？我们看到的弯道超车只是表象，是其他85花都在摆烂，而赵姐在剧组默默磨练演技的必然结果，是她这么多年一个配角一个配角熬出来的必然结果，是她一步一个脚印，即便被人嘲笑也从未想过放弃的必然结果。她真的非常努力，所以才有了大家看起来的毫不费力。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弯道超车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笨鸟先飞后快速调整振翅频率的幻象而已。